马兰在暗无天日的惶恐中熬过了漫长的20分钟。随着20分钟时间一到，马兰第一时间冲向操场边的公用电话。不少犯人眼看他拼命狂奔的样子，都在一旁冷眼旁观。虽然这其中已经有不少人对教训马兰跃跃欲试，但此时刚开始放风，周围有不少狱警盯着，他们一时间也不敢立刻就对马兰动手。按照贝德福德山惩教所狱警的惯例，1小时的放风时间里，前15分钟和后15分钟都是需要对这帮犯人进行重点盯防的，因为根据他们一贯的经验，越狱最经常发生的节点就是犯人穿过不同区域的过程中间，从牢房到餐厅，从餐厅到操场，还有从劳作场地返回牢房。这些过程一般都是越狱的高发阶段，经常会发生那种刚才还20个人可穿过某个区域的时候，稍不留神就只剩下19个了。所以当他们把犯人押到操场之后，以及准备从操场把犯人带回牢房之前，狱警都要用15分钟的时间来清点人数，观察他们有没有什么异常。至于中间半个小时，就是留给犯人自由发挥的时间。在监狱里，争斗几乎不可能避免，所以对管理者来说，每天留一点时间给犯人解决矛盾，也是非常重要的管控方式。如果长期不给这帮犯人解决矛盾的机会，让这帮犯人挤压、不满与仇恨，往往就容易出大乱子。若是让他们每天都有机会赤手空拳地打上一顿，那基本上就不会出大事。过去这些天里，马兰就是利用这半个小时的真空时间，不断树立威信，让自己成为了贝德福德山鬼见愁。眼下马兰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赶在这半小时真空时间之前，赶紧给叶晨打个电话，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救救自己。一路飞奔之后，马兰第一个拿起公用电话，随后便用颤抖的手给叶晨拨了过去。电话一通，他便顾不得再要面子，哭着说道：“好女婿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把妈弄出去啊？”叶晨在电话那头说道：“妈，我已经托人打过招呼了，今天晚上之前一定把您放出来。”马兰一听这话，脱口道：“啊，还要等到晚上啊？好女婿，妈跟你说实话了，妈现在最多还能等10几分钟，你要是再不想办法救救妈，妈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。”叶晨其实对马兰的一切都了如指掌，不过此时还是故作诧异地问道：“妈，出什么事了到底？您不是在监狱里待得挺开心的吗？”事到如今，马兰也不再一味地要面子了，他哽咽着对叶晨说的：“我的好女婿，前段时间妈之所以不想这么快出去，是因为妈在里面认识了几个华人朋友，他们不但跟我关系很好，而且一个个非常能打，有他们罩着妈，妈在这里面过得也很舒服。”说到这，马兰哀叹道：“可是妈做梦也没想到，他们今天早上就被释放了。现在人已经出狱了，可是他们之前得罪过的那些人，现在可都等着报复我呢。你要是再不赶紧把妈弄出去，那帮人恐怕就要把妈给打死了。”叶晨惊呼道：“妈，您应该不会是在监狱里混帮派了吧？”马兰悻悻地说道：“差不多就是那么个意思吧。好女婿，你到底能不能帮帮妈，立刻马上把妈救出去啊？妈算是求你了。现在这情况10万火急，妈真的是等不了了。”叶晨叹了口气道：“妈，这里毕竟是美国，我也人生地不熟的，确实没那么好操作，况且我也是托别人帮忙，所以效率上肯定也会有所耽搁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妈，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先赶过去，路上打电话给我的客户，看看他能不能帮忙想想办法，争取尽快把您放出来，到时候我直接接上您，
咱们一起回普罗维登斯。其实叶晨本人此时已经到了贝德福德山城教所，与他一起过来的还有费家的费建中以及万龙殿那3名女将士。而叶晨此时正站在典狱长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从高处俯瞰整个监狱的操场。马兰此刻在公用电话前心急如焚的样子，正被叶晨尽收眼底。对叶晨来说，如果想把马兰弄出来，只要一句话，费建中能让典狱长在10秒之内立刻放人。不过对叶晨来说，那样确实太便宜马兰了。马兰这个人总是记吃不记打，稍有点好处就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，哪怕是刀尖舔血，虎口夺食，只要让他尝到好处，他也会越干越勇，越干越上瘾。就像这次在贝德福德山城教所，如果他是识物并且知进退，懂得见好就收的话，那么在詹姆斯·怀特找到他的第一时间，他就应该做好出狱的准备，赶紧离开那个是非之地。可是他却因为贪恋在贝德福德山城教所的独特影响力，所以主动要求推迟出狱时间，这在叶晨看来简直蠢得令人发指。若是不趁这个机会给马兰一点教训，那下次马兰还不会长记性。所以叶晨已经提前给马兰规划好了一整套真人秀，而现在只不过刚进入预热阶段。眼下他在电话里表示为难，也是为了让马兰更加惶恐，甚至更加懊悔，给他一个十足的教训。马兰现在确实非常懊悔，可是眼下说什么都晚了，他只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叶晨身上，哽咽道：“好女婿，你一定要尽快，不然的话就只能等着给妈收尸了。”话刚说完，马兰眼前便出现一道黑影，紧接着手里的电话便被人一把抢了过去。还没等马兰回过神来，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，随后一脚踹在马兰肚子上，把马兰踹出老远，骂骂咧咧地说道：“这是公共电话，你当是自己家的呢？”打起来没完了。马兰哎呦一声摔倒在地，爬起来才看清，踹飞自己的竟然又是那个刚才甩了自己一耳光的小张。马兰有些气不过，脱口质问道：“张安琪，你这也未免太过分了吧？我给家里人打个电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被称作张安琪的女人微微一笑，冷声道：“跟我关系大了去了。”说着，她咬牙切齿地盯着马兰，怒斥道：“姓马的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原本以为你能罩着我，所以才找你帮忙，把我们牢房那个曼迪给狠狠教训了一顿。可是现在呢？你的靠山都没了，现在一大堆人等着教训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等曼迪从医务室回来之后，我们怎么办？”那个曼迪在贝德福德山城教所已经关押2-3年了，有不少关系不错的狱友。之前那些人不敢帮他对付我，是因为忌惮你身边那几个人，现在他们出狱了，等曼迪回来，他肯定会召集他那些狱友来找我报仇，到时候我的下场恐怕也会很惨。说打这里，他一脚踩在马兰胸口上，怒喝道：“姓马的，你他妈真是把我害惨了！等一会儿我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说清楚，不是我让你教训曼迪，是你自己看曼迪不顺眼。你要是老老实实的说了，我就姑且放你一马，不然的话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